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，后羿射日，这些我们一个个熟知的神话，就如同细胞一样组成了我们的世界。可如果有一天细胞生病了，神话历史被改写，那同样也会反馈到现实世界。假设下，如果盘古开天的时候斧子被偷了，女娲造的不是人，而是鸡，那我们世界会怎么样呢？男主萧凡就要进入神话中去修正一个个错误的历史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卓卓，欢迎收看新系列《我独自修复传说》。你死后灵魂来到了阴曹地府，可却得知投胎要排队500年。地府大判官崔玉和你约定，只要你在神话管理局工作小半年，他不仅能帮你插队，还能让你投到富二代身上。正所谓世界上有无数闻名的神话故事，神话管理局就是负责这块的部门。可这里已经有900多年没有新的调查员了，好多神话历史被歪曲，对现实世界造成了极大影响。作为新任的调查员，你的伙伴名为瑶溪，到时候就要由你进入神话故事，他在电脑另一头给你提供远程支援。瑶溪告诉你，这次出问题是神话，名为后羿射日。在原来的剧情中，后羿在11岁时得了仙人指点，10年悟道后射下9个太阳，拯救了天下苍生。可现在问题出在后羿11岁没得到仙人指点，直到21岁了还是个凡人。要是放任这个神话不管，那9个太阳就会来到现实世界，对地球造成毁灭性打击。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你汗颜。也就是说，我要帮一个凡人射下9个太阳嘛？现在排队投胎还来得及吗？瑶溪笑笑，自然是晚了。不过为了顺利帮你完成任务，神话管理局可以和地府合作，让你在已故的魂魄中选择2个在关键时刻上身，时限是5分钟。接下来递过来一份菜单，上面全都是鼎鼎有名的神话和历史人物，什么赵云、关羽、二郎神杨戬等，甚至看到了孙悟空。他已经死了吗？瑶溪解释，那倒没有，只是孙悟空成佛时舍弃了鸡魄，他们取了其中1魄而已。你喜出望外，果断选了这个。大圣爷上身5分钟，怎么说都能弄下来一个太阳吧。接下来的选择有点难办，剩下的8个谁能搞定呢？局长何所在给你推荐了一个强力角色，汉相卧龙诸葛孔明。好了，准备出发。本次的目的是上古尧帝时代的东胜神州。瑶溪告诉你，为了不影响历史进程，你本次将以旅行者庞蒙的身份降临。接着屏幕一黑，你醒了，是一个男人和小男孩救了你，你惊呼出声后羿。男人笑了，我叫大羿，不叫后羿。你抬头看了下天上挂着整整10个太阳，大羿热情地把你带回了家。你自我介绍叫庞蒙，接着你见到了大羿的妻子恒娥，问起你来这里的目的，你如实告知你要来找一个能射下9个太阳的人。这话一出，大羿夫妻2人脸色一变，兄弟你说笑了，你我皆是凡人，又怎能探讨射下太阳这种事情呢？你也尬住了。的确，后羿射日在传说故事中是理所当然，可现在10个太阳赤裸裸挂在天上，怎么射？用什么射呢？这个开局很糟糕，大羿把你当成了傻子。当晚你在大羿家中留宿，先检查了一下装备，神话管理局送的穿越大礼包里面分别是2个罐子，贴了斗战胜佛孙悟空和汉相卧龙诸葛亮，另外还有几张符篆，分别是2张传送符、1张窃听符、1张大生符和1张回春符。不是，这也太抠了吧喂！把5张符篆摔在墙上，其中4张掉了下来，还有1张稳稳粘在了墙上，是窃听符。随后隔壁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你说那个庞蒙兄弟会不会知道什么？不会的，相公，这么多年都隐藏得很好，他要去射个太阳，你让他想办法便是，我们又做不到。哎，也是，但愿别出什么乱子。你惊了，大羿到底隐瞒了什么事情呢？大胆假设一下，难道他早就是半仙之体，但却一直对外隐瞒？但这也说不通。如果是，那太阳早就射下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你让瑶溪给你调出后羿射日的各种版本，根据总结，你大概还原了一下神话原貌。有一天，天上突然出现10个太阳，烧死了花草和农作物，同时也衍生出了6个怪物，分别是亚羽、早齿、九阴、大风、风息、修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做羿的英雄出现了，他射杀了6只怪物，并射下9个太阳，解救百姓于水火。西王母大喜，赐予羿不死仙丹。结果羿的妻子恒娥忍受不了贫苦，私自吞下仙丹，成功飞升。天帝将其赐名为嫦娥仙子，赏广寒宫。好家伙，只要完成后羿射日，那就必然会触发嫦娥奔月呗。想到这儿，你理清了思路，再次去找了大羿和恒娥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亚羽、早齿、九阴、大风、风息、修蛇这6只妖物呢？大羿起了疑心，庞蒙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，吾乃仙人。瑶溪急了，
小凡，你别撒谎呀！如果被拆穿，大义就再也不会信任你了。你并不搭理他，而是要跟大义做一个实验，让恒娥在衣服上随便刺几个字，你不用看便知道是什么。姚希懵了，小凡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恒娥将刺好的衣服布放在大义背后，这个角度你绝对看不到。庞蒙兄弟，你发功吧，你也不客气，开始原地跳大神，嘴里碎碎念：姚希助我，姚希助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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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急如律令。大义和恒娥只感觉脚趾头都能抠出31听了。姚希汗颜，懂了，你这是要他挪转机位去拍字啊？下次能不能早点说，别搞突然袭击？没反应过来怎么办？你没搭理他，继续跳大神，那就一起死，那就一起死，那就一起死。姚希咬牙，身后的百物上谢必安都笑抽了，这小子怎么这么有意思？他告诉你恒娥刺的字是月初绞息，你把这个答案告诉了大义夫妻，他们果然信了。相传10日当空，6只妖兽出世，可大义却告诉你，其实没有6个妖兽，只有4个。其中亚羽本就生活在弱水中，可是太阳灼热，亚羽没了栖息之地，只能游荡在世间。可他人手兽身，久而久之就被传成了妖兽。而修蛇也一样，如今亚羽答应他不再出现在世人面前，修蛇也改掉名字躲藏起来。你点点头，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根据大义诉说，有3只妖兽就是他射杀的。他自小山中长大，擅长弓射，早齿和风豚都只是野兽而已，他自己就杀了。而大风是在青丘之泽一个友人帮助下击杀的。信息量太大，你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。大义有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友人吗？叫上他，走，我们杀九阴去。大义摇头，别说傻话了，庞蒙兄弟，九阴诞生于天地初开，乃真正凶兽，能喷水吐火，凡人不是对手。你不是有个朋友吗？大义说，他的朋友说了，如果有人来找他，要达成暗号才行。暗号前半句为欲攘其乱。你问姚希后半句是啥？姚希也懵了。后面他们一顿讨论，才得知原来神话管理员的上一任调查员，也就是你的前辈战其胜，在多年前的一次神话任务中叛逃组织，一直躲在神话中。这一次的神话偏离原有时间线，恐怕也是他搞的鬼。而欲攘其乱的下一句正是必战其胜。不过这时候局长何所以说现在还不能让你们俩见面，随便编个暗号就行了。于是乎，根据姚希的提示，你对大义说欲攘其乱必吃饱饭。这暗号对不上，大义自然不会带你去见人家。不过你也不慌，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一魄不还在手上吗？这时候你注意到天上的太阳变成了9个。大义说有个太阳落山了，很正常啊。你感觉抓到了某种至关重要的线索？难道有一个太阳会照常日出日落，而其他9个则不会吗？如果按照这样推断，那天上的9个必然不是太阳。可不是太阳的话，那这火球又是什么呢？等你回到房间休息后，有个小男孩到了大义身边，大义笑了：有球，你怎么来了？有球提醒大义，那个叫庞蒙的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好人。大义说，我看庞蒙兄弟不是这种人，明天开始我要和他去诛杀九阴，你在家要照顾好恒娥嫂嫂。有琼说，那你一定要带上小八。大义摇头，不行，小八原为修蛇，既然替他取了名字，就希望他好好活着。你回到房间总结一下目前得到的情报：一，大义是个凡人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身世出现了偏差？2， 10个太阳中只有1个是真的，可另外9个是什么呢？3，大义和恒娥有事儿隐瞒。4，恒娥根本不像传说中那般嫌贫爱富，她很爱大义，而且家里被打扫的一尘不染，绝对不像是一个喜爱富贵的女子能做得出来的。现在只缺一把把所有线索都串起来的钥匙。第2天出发前，大义正在挖坑埋一个死去的老汉，他一边挖一边流泪。他们都可以活下来的，都是因为我才死。你疑惑了，不是因为10个太阳才死吗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大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，反过来问了一个新的。庞蒙兄弟，如果让你选，你会选择拯救天下苍生，还是和爱的人白头偕老呢？我一个单身狗哪知道这个？忽然你反应过来了，你早就知道有一天天上会出现10个太阳，对不对？根据大义的诉说呀，11年前10岁的他跟着父母进山打猎，他一个人在树下等待。可等天黑落日时，父母来树下领大义回家，却不料整棵树上的蝉都在疯狂鸣叫。父母觉得这孩子代表不祥，于是抛弃了他。年幼的大义学了父母的样子，用树枝和树藤做了一把弓，居然奇迹般活了下来。差不多半年后，大义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恒娥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。她被毒虫咬伤，经过大义的悉心照料，恒娥被救活。她说自己被家族中的坏人赶到山上自生自灭，现在已无家可归，她要以身相许。大义自知身为山野村夫，配不上人家，但不管他怎么劝说，少女也不愿意离开。无奈下，大义只好收留了她。2人就这样一起生活。又过了半年，大义遇到了第2个人，没错，就是战其胜。他对大义说，明天的此时此刻，你会在山中遇到一个老人，要尽可能的去帮助他。作为报答，老者会给出一枚9转元神丹和一枚仙家法宝，2者只能择其一。选了元神丹，便可洗髓换骨，成为半仙之体；
在你21岁那年，天地会有场浩劫，需要你用半仙之体力挽狂澜，拯救苍生。但这条路会让你逐渐疏远妻子，最终失去所爱之人。但选择仙家法宝，终其一生就只是凡人，但却能与所爱之人白头。至于那天下苍生，谁爱救谁救吧。大义思考了很久，天下苍生指的是谁？是把自己扔在山上自生自灭的父母吗？是那些把恒河赶到山上让他被毒虫咬死的坏人吗？大义不解，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人而抛弃与他相依为命的恒河呢？战西生笑了，看来你已有答案，这样才公平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回家后，大义把这事儿告诉了恒河，恒河脸上泛红。大义，你希望跟我白头吗？大义颤颤巍巍回答，我愿意。于是二人拥抱在一起。第二天，大义果真在山中遇到一个老人，他满头大汗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双手推动火焰，面前正有一座丹顶，正是在炼丹。在此时，有东西拨动草丛，从老者背后出现，原来是一只狼和一只狈。大义出宫射杀了这两个畜生。等过了半天，老者炼丹完毕，他对大义说：“小兄弟，真是谢谢了。若那狈伤了本君，又得了丹药，世间恐怕大乱。为了感谢你，本君有一枚丹药和一枚仙家法宝，你可选其一个。”大义看都没看丹药，选了法宝。于是这么多年下来，他和恒河恩爱有加，平安无事。大义问你，他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你叹口气，大义只是不想离开恒河，可谁又规定大义必须牺牲自己现在的一切来拯救天下苍生呢？出发前，小男孩有穷拦住了你们，他质问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一定要带着大义去打九阴？你随便编了个答案，义大哥弓射十分厉害，你是来慕名学习的徒弟。等你们离去后，有穷喊了几声小八，小八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，可能会很危险。于是地面松动，一头几十丈的巨蛇钻出地面，说道：“主人，我这条命是您跟大义捡回来的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可以拿回去。”有穷让小八偷偷跟着去保护大义。